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仅播5集热度破23000，迪丽热巴让观众成功入坑，古偶剧又出黑马。你们最近是不是也被一个红衣女鬼王给刷屏了？就是那个大白天提个灯，眼神冷的能冻死人的那位。迪丽热巴演的贺思慕。我那天晚上闲着没事，点开白日提灯想下个饭，结果饭没吃几口，直接给我看到凌晨3点，手机砸脸上才睡着。最绝的是那个开场，烽火连天的战场上，他一身红衣，用黑布蒙着灯往那一站，乌鸦绕着飞，那个氛围感，我鸡皮疙瘩瞬间就起来了。然后他对着陈飞宇演的将军段须来一句：黑夜提灯，为人引路，白日提灯，替灵开道。我当时就一拍大腿，这剧有点东西。说到数据，那更是吓人。3月28号中午开的播对吧？具体几点我没记，反正我吃完午饭看的时候，热搜已经爆了。官方数据是开播1小时，热度值直接冲破了23000，好像最高到了23552，反正就是破了平台今年的开播记录。这什么概念？就是别的剧吭哧播半个月可能都达不到的数字，它1个小时就搞定了。更离谱的是播前，听说在鹅厂那边预约量就破了674万，抖音上相关话题播放量几十个亿。这哪是未播先火，这是还没出生就已经是顶流预备役了。你们发现没？现在古偶剧观众的口味真是越来越刁了。早几年那种傻白甜女主和面瘫王爷的套路，现在根本没人买账。竹玉为什么能火到国外去？不就是因为人设带感，剧情不拖沓吗？这回白日提灯玩得更花，女主活了400岁的龟须领主，听起来牛吧？但她有个致命缺陷，天生没有五感，不知道疼不知道饿，吃啥都没味儿。这设定一下就让我来劲了。一个没有感觉的神，该怎么去理解爱恨情仇呢？然后男主段须就出现了，一个看起来阳光正直的少年将军。关键是他身上有把剑，是女主姨母300年前造的灵剑破望。这缘分真是躲都躲不开。为了体验什么叫感觉，我们这位高冷领主开始套路小将军了。假装柔弱孤女晕倒在他马前，被捡回府里。白天是楚楚可怜的贺小小，晚上就换上红衣当他的万灵之主。这种双面切换，迪丽热巴演的是真不错。白天那眼神怯生生的，晚上一个眼神扫过来，我隔着屏幕都觉得后背发凉。他俩的关系核心是无感契约，女主想借用男主的感官，男主呢就可以借此许愿。你猜段须许了什么愿？荣华富贵，权势地位，人家要的是收复山河，天下太平。格局一下子就打开了，有没有？但问题也来了，这种建立在交换上的关系，一开始能有几分真心？我看前5集的时候，就一直在琢磨，他俩到底是谁在钓谁？感觉2个人都在演，都在试探，那种暧昧又危险的张力，比直球撒糖好看100倍。不得不提一下制作，这次真的是下了血本。导演是拍《长相思》的秦真，很会拍情感拉扯。美术指导是琅琊榜的邵昌勇，听说搭了一个26米高的实景龟须城，难怪画面看起来那么有质感，不是那种廉价的绿幕感。造型是黄薇，就是梦华录那位，给热巴做了27套手工戏服，那套红衣提灯的造型已经在我小红书首页图版了。最夸张的是特效，请了《流浪地球》的团队，做了1900多个特效镜头，怪不得那些灵术场面看得我眼花缭乱。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，这剧用了感官可视化，就是当女主没有感知的时候，画面是黑白的，
当他通过男主感受到世界时，画面就变成彩色。这个设计太巧妙了，不用台词，你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它的变化。这种细节上的用心，观众是能感受到的。当然啦，一部剧能爆，演员绝对是重中之重。迪丽热巴这次真的让我有点惊喜。她以前的美是带有攻击性的、明艳的美，但这次演赫思慕，除了美，更多了一种神性的疏离和孤独感。特别是她说自己已经有22座爱人墓碑的时候，那种历经漫长岁月后的疲惫和空洞，演得很到位。陈飞宇呢，终于找到了适合他的路子。段须这个角色表面阳光，内心藏着深愁，有破碎感又有狠劲，几个战损镜头拍得很有感觉，能让人相信他是个将军，不是个花瓶。除了主角，配角也挺出彩。魏哲鸣演的燕科，一看就是个病娇反派，眼神里全是偏执和算计。张丽演的江爱，又美又飒，这些角色都不是工具人，都有自己的故事线，让整个灵界和人间的世界观显得更扎实。现在网上讨论最多的，除了剧情，就是各种 CP 乱炖和剧情解读。有人说这是顶级救赎文学，有人说这是双向养成，为了对方对抗全世界。但我觉得最带感的，还是那种我知道你在骗我，但我心甘情愿的博弈感。段须对赫思慕说，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，成为你虚生山后山上第23座坟的时候，我人都傻了。现在古偶表白都这么卷了吗？不送花不送星星，直接送坟头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热度这么高，争议也一点没少。我逛论坛就看到好多人在吵，有人说剧情节奏太快，单元按一个接一个，信息量太大，有点跟不上。也有人觉得无感互通的设定虽然新颖，但逻辑上能不能完全圆回来还得看后续。最大的争议点可能还是在迪丽热巴身上，有人觉得她这次演技封神，完美驾驭了复杂人设，也有人说她表演模式化，某些表情和眼神戏还是以前的影子。但不管怎么说，白日提灯确实是给2026年有点疲软的古偶市场扔下了一颗深水炸弹。它证明了观众不是不爱看古偶了，只是不爱看粗制滥造、套路重复的古偶。当一部剧愿意在剧本、制作、表演上都卯足了劲，观众是愿意用真金白银的热度来回馈的。我现在就特别好奇，赫思慕和段须的无感契约后面会怎么发展？那些埋下的关于身份和阴谋的伏笔会怎么收？还有，段须的血海深仇到底是什么？所以，你们看了《白日提灯》吗？你们觉得赫思慕对段须最开始到底有几分真心？是利用多一点，还是那一点心动其实早就埋下了？我反正已经等不及更新了。